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在家怎么可以做出像外面卖的那样有大气孔又外脆内软的无糖面包。今天做的是夏巴塔面包，这款面包我们还是需要高筋粉来制作，因为我的这个改良配方也同样和往常一样是大水量配方，所以对面粉的吸水性具有一定的要求。今天我用这款新凉的大师系列日式吐司粉来做，它的蛋白质含量为14，比较符合这款面包的要求。除了大师系列，我看还有一种胚芽自发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里边是直接加了酵母的。后面我打算用这款面粉做馒头来试试自发效果，看看对新手小白的友好度怎么样。先来做一个波兰种，今天我要用这个波兰种代替天然酵母发酵做这个夏巴塔。清水里加入酵母和面粉，搅拌均匀，盖好，室温发酵1小时，再放到冰箱里冷藏1晚上。第二天表面全都是泡泡，这样就发好了。然后把这个发好的波兰种倒进揉面盆里，再加入水、橄榄油、高筋面粉、盐。这个面包最终的酵母量就是液种里的1克酵母，不需要再加酵母了。如果你着急的话，也可以再加1到2克干酵母。酵母量少，发酵慢一点，风味好一些，商业的味道也会少一些，最后呈现的麦香味会更好。把材料混合均匀。刚开始还没有形成面筋，所以面会很粘手。混合均匀以后，也可以用刮板这样折叠着揉一下，不需要揉光滑，因为它现在很难揉光滑。盖上松弛20分钟，20分钟以后开始折叠面团，手上蘸水，这样面团不粘手。转着圈把最外边的面团折叠到中间来，尽量给它拉高一点，这样可以帮助面筋形成。看我这第一次折叠，把它拉高了，面筋还容易断呢，说明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形成很好的面筋呢。盖上松弛20分钟，再折叠一次。看这第二次折叠的状态，就比第一次面筋强一点了吧？可以翻个面，再盖上松弛20分钟，再进行第3次折叠。第3次折叠完，这个面团表面就比较光滑了。这3次折叠的作用就是让面团形成面筋。如果你有厨师机的话，也可以用厨师机揉到这个状态，那基本上就可以省略1个小时。先盖好，让它松弛30分钟。刚刚的步骤只是让它形成了面筋，因为这个面团含水量非常大，只是形成面筋还不够，它需要有一个强热的面筋，烤的时候才能长高，长高才会有大气孔。所以接下来的步骤是强化面筋。在桌面上喷一些水，然后把面团放上来。因为我要做2个口味的夏巴塔，一个原味的，一个花椒坚果的。听群里的朋友说花椒坚果的夏巴塔特好吃，所以试一试。如果只做一种口味的话，就不需要分割了。用手把面团慢慢的推开，给它尽量的拉薄，这样也是可以强化面筋的。但是注意中间不要给它拉断了。然后给它这样折叠，叠成一个方形的面团，放在这个抹了油的容器里。第2个做花椒口味的，没有新鲜的花椒，我就在面团上撒了花椒面，然后再撒一些坚果，这坚果都是熟的，也是用同样的折叠方法给它折叠。折叠好了，那我就给它放在另外一个容器里吧，发酵30到45分钟。看这个面团已经变大一些了，然后给它这样进行折叠。
再盖好，继续发酵30到45分钟。另外一个也同样的手法。这样的折叠基本上是要做3次，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变化啊。等会儿，每一次折叠完都是发酵30到45分钟，这是第3次折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面团它变得越来越高了？当它形成了一个比较强韧的面筋以后，发酵的时候它就不是横着长了，而是往上长了。第3次折叠完，再发酵30到45分钟以后，咱们来看一下我这个面团的状态是不是跟最开始不一样了。看这个面团的侧面，它有了一定的弧度。再对比一下第1次折叠发酵后面团的状态，第1次它变大以后基本上是摊平的一个状态，而这第3次折叠发酵后，它不再是摊平的状态了，高度明显有所提高，这样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强韧的面筋了，这样就不需要再进行折叠了，就可以开始发酵了。室温发的话，差不多是1个小时左右，也可以放到冰箱里慢慢发，第2天再做。发到它又变了1倍大，然后手指沾面粉，在面团上按一下，有轻微回弹，这样就好了。然后在面团上多撒一点面粉，把这个边儿刮一下，然后把它倒出来，表面再撒一点面粉。现在我们就可以整形了，然后要进行最后的发酵了。不需要排气，用手轻微的整理一下，给它整理成一个方形。我这样只是拍了拍它表面，没有给它排气。用刮板给它切割一下，可以切成4份，也可以切成2份。这第一个原味的我就给它切成了2份，放在油纸上，再整理一下。第一个分割完以后，我觉得挺长的，然后我就把第2个花椒坚果的给它分成了4份。这个造型还有点切歪了，不平均。如果有发酵布的话，就给它放在发酵布上发酵。发酵布发酵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把两边的布定好型儿，这样它发酵的时候就往上长，不会往边上长。盖上发酵，差不多是不到1个小时，好像50分钟就发好了。然后就马上预热烤箱，因为要用石板，预热的时间比较长。烤箱调到最高温度230到250度，我这个烤箱只能调到230度，至少要预热50分钟。面团不会再变成2倍大了，因为整形的时候没有排气，它基本就是快到2倍大的状态了。烤箱预热差不多了，这样摁一下，看它回弹很慢，这样就要马上放进去烤了，要不然就发过了。不同大小的面团要分开烤，因为烘烤的时间不一样。直接把面团放在石板上，然后打5秒蒸汽。我用的这个烤箱是卡式 750S， 这个蒸汽打完5秒以后还要再摁一下它才能停。因为如果用平炉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烤箱温度不够，所以我是用风炉230度烤的，烤了20分钟。看烤之前它是比较扁平的，烤的时候它是直线上升啊，这就说明这个面团经过几次折叠，它形成了一个比较强韧的面筋。面筋不强的话，它就会横着长。烘烤结束以后取出来，放在晾架上晾凉，再烤第2盘。这个小的我烤了15分钟。烤箱温度不够，如果烤箱温度能再高一点的话，第一个可以烤15分钟，第2个估计也就10到12分钟左右。表皮特别的脆，我觉得我这个表皮好像还是稍微厚了一点，应该可以再缩短一点时间。现在我横着给它切开，咱们看看啊。还不错吧？有很漂亮的大气孔，还有满满的坚果，吃起来非常香。再看看这个原味的。
哈哈，我觉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我这个表皮还是稍微厚了一点，可以再缩短一点时间。看我按里边特别的软，这个是凉透了的状态。如果是热着的话，它会更软。这种面包也是不建议刚烤完就切开吃，烤完以后还是要给它熟成的时间。吃的时候可以表面喷水，空气炸锅200度3到5分钟，跟刚烤出来一样，外脆内软，做成汉堡特别好吃。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试试看。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关注我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